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30号，我们的大使李庆龙大使已经来到线上了。那我们现在来直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李庆龙大使。嗨，大使好，麻烦你喽！谢谢大家，都好。那个背景画面的那个文字不对。哦，好，这倒过来的。不会，那是正常的，是 OK 的。我们看的是正的。哦，这样啊，这边看的是负面。是，没错。现在现在这边档案有一个动作哈，把它解除掉。我本来有设定8秒钟，那个把它解除掉。好。等我一下哦。哎呀。OK， 好，那我就可以开始了哈。好，请。对不起，等我一下哦。4点。噔。我把耳机戴起来，可以讲话声音比较小声。Hello， 知道吗？有听到，谢谢。OK， 好。好，那我开始讲了哈。那个背景画面去调没关系，我们把握时间。会想到这个题目啊，是因为大家第一个都很关切巴黎奥运。那奥运对我们来讲，因为它的意义呢非常的深远。本来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我常常讲说，我们不要走悲情主义，因为悲情主义无用论嘛，对不对？那它的历史渊源，让我们从原来的中华民国，那我们在参加这个76年的蒙特罗奥运会，这个在加拿大，那是因为杜鲁道就是现在的总理的爸爸，他那时候呢，他们跟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所以呢就不让我们进去而且呢就不让我们用 ROC 的名义去参加，要我们用台湾。那我们认为说你没有权利改我的名字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混而不参加。但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人已经拿到签证了，那已经到蒙特罗机场，蒙特罗它是法语区，那就摩黑亚，那我们呢没有办法进去。不管怎么样呢，这一段呢，让人家刻骨铭心的记忆呢都还在。那也因为我在办外交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里边我们讲说寻找可能的机会，所以呢我就会孕育出我跟大家分享的办外交的3大要件。我简单的讲，国家实力；第2个呢，不能一厢情愿，刮胡悲情主义无用论；第3个就沉得住气，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看到巴黎的奥运，当然一方面我们无比的羡慕，说一个国家有能力去办奥运今年的巴黎奥运呢又非常的另类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叙说。那另外的呢，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讲我讲正常的国家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很正常，因为有人不让我们正常，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因为我刚刚讲过悲情主义无用论，所以呢，我就想到，既然巴黎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个呢就牵涉到用什么名义去参加。昨天还前天我看到有人在讲说这个奥运的网站Google 的网站所有的文字都我们称呼 Chinese Taipei 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去 Google 查，你到奥运的网站去查的话呢，它法文呢不是 Chinese Taipei， 它是 Chinese Taipei 的法文叫做台北新话。因为我懂法语，所以一看有我看到那个消息，应该是昨天还今天看到的。我说奇怪这个消息不正确，那为什么好像没要给稿对不起讲这个不是骂人讲说这个因为怎么样我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大概有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不是很了解，那就用自己的思维跟理解呢去下那一些所谓具有评论性的这个字眼或表达方式，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好的民主素养。我讲不是很好，大概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如果这次呢可以
继东京奥运会表现算不错。那今年去的话呢，也慢慢的呢，我会认为我们得奖的数目会慢慢的出来，因为这个需要，他当然是初赛嘛，而且要比赛那么久的时间的话，一个是当然是体力就牵涉到你的耐力牵涉到你的实力整体而言。那换句话说呢，作为现代的这个叫做多元全球化。为什么要讲多元呢？因为多元不是我讲的，也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讲法，所以呢让我们想到说全球化是怎么回事。在80年代开始呢，因为 WTO 世界贸易组织期待呢原物料出产国家能够让他的人民获得比较容易接受的价格，去取得先进国家所生产出来的这些货品，所以呢，就变成为说是大家都是同在一颗地球上，那因此呢，就可以扩大生产，然后呢方便消费者，那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有正面的这个影响，带来正面的作用。可是呢，这30年来的话，你看到现在的全球化呢，它已经是不一样了。其中的不一样呢，就包括以美国为首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一些呢，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标准伟大都是你讲的你要当老大哥，那你嘴巴讲的跟实际上的做法呢都不完全一样。而这中间呢，对我们影响最大，因为我看事情的角度呢，不一定是跟一般学者看法一样，因为当时80年代有全球化的这个努力，所以呢，美国就有太多的学者认为说，那这样的话应该把中国大陆呢纳入全球国际贸易的规范，让它呢也能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然后呢，来多多的参与国际的议题，或者做更多的贡献，这个呢，理论上是没有错，可是呢，没有想到实际上呢，到最后演变到今天的话呢，那已经是走样了可是呢，你会看到这个全球化呢，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就是区域性的全球化这是为什么叫做多元全球化。那比如说现在因为这个中美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它之间的这个各种不同的叫做竞争或者纷争对吧？或者所谓的战经济战、贸易战、资讯战这些也罢呢，你会看到因为两大阵营都在拉帮结派，对不对？比如说很简单的国际政治上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成功的促成埃及跟这个伊朗能够建交，恢复邦交。然后呢，埃及呢，中国呢跟这个普丁俄罗斯呢，当然关系非比寻常。然后呢，这1-2个月呢，又把北韩拉进来。接下来呢，你会看到中东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呢，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的这些不同我们讲说流派的这些人物呢，到中国大陆去在那边呢，等于说是进行多方的，然后呢又是单面的说单面的共同利益的，要达到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独立建国巴勒斯坦国还怎么样的一个安排的。那当然以色列就跳脚了，所以你会看到以色列的总理呢，那当然业务呢跑到美国去。当然它2个作用，一个作用呢是告诉美国人你的战争就是我的战争，以色列的胜利就是美国的胜利。那事实上两党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对支持以色列呢当然这个立场呢短期间内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它背后的支持者或者金主呢都是跟犹太裔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呢短期之内不会变。那会变的就可能是因为美国总统11月选举之后，那就看谁当选谁当选如果是川普如果是这个
这个萨梅那里他两个人后尽力了两个人当选的话呢，很显然的会有一些做法呢必定会有调整。那怎么个调整法？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回头来讲。那另外的呢，就是因为巴黎奥运呢，如果我们记得说马克龙总统在今年接待习近平的时候，他就讲说，呼吁全球在奥运期间呢停火，打仗呢枪放下来。这个呢，当时呢，我们就看得出这个是道德的呼吁，不见得很多人会听进去，听也没有用，你要做才有用我会讲这句话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联合国这半年来通过好几个决议案，包括安理会的，包括大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有对以色列的这些各种不同方式的表达或者是直接讲白的谴责呢，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呢，对我们被排除那又想进去的国家看来的话，你会觉得是非常的复杂。可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是国际的政治的平台，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告诉国际社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呢，我还在。那所以既然我们不愿意放弃努力，那当然奥运就是一个国际平台。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在意奥运，而法国呢，对奥运呢，它是赞同支持以色列的运动员呢，带着自己的国旗去参赛。那俄罗斯呢，因为是你入侵人家，所以呢，俄罗斯的这个团队呢就不能够去。那这中间你会看到几个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我们今天在台湾受到国际社会不公平的待遇，那当然如果你拿刚刚我引述的马克龙总统的一些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话，那显然呢，我们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呢，你如果回到现实面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因为中国的因素呢，所以呢，他嘴巴讲包括呢这个。中国大陆自己讲着，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呢，因为俄乌战争的症结就是在今天到底用什么样的条件接受普丁的，还是接受泽连斯基的，没有交集点的这种条件，中国大陆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特殊的微妙的立场，他一再呼吁国际社会要尊重领土主权的完整。那这句话呢，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讽刺我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难道我就不是国家？难道我的领土主权，还要你在那边智慧吗？这些呢，就是国际的现实面。这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人呢，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个悲情是没有用的。第二个呢，我们多一点理性去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再回到巴黎去的话呢，那你会看到巴黎的奥运这一次的举办呢，真的是前所未见以后有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哪一届的奥运会能够超越它呢？我的答案很简单，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这样我们现在 PowerPoint 呢，可以让它走，好吧？这个简历大家都知道是谁这是礼貌上尊重大家，让大家看一下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解说，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就跳过去。那再来的话，这一页呢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今天如果胆敢以一个资深公民来解读法国办奥运呢，那当然这个跟我前后在法国3次16年，特别是最后8年担任馆长期间呢，我们做了很多有用的事情。好，下一页。那我们呢，跟法国的体育界呢，包括他们的残障奥运委员会呢，我们都跟他们有过互动，或者我们国内的团队呢到那边去呢，我们都是因为国内的团队来，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会去跟他们接触，去跟他们认识。这个画面跳过去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画面可以用所以呢对我们讲就是说。办外交就是广结善缘
啊，大家都同意啊，也是我的任务就是行销台湾。那这个我们上次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接下来这3页呢都讲过，因为我特别再把它搬出来，是因为文化。你可以看到下页哈，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文化有这个非常特殊又强大又有穿透力的这个实力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呢，它一定有非比寻常的我们讲说功力哈。那以法国来讲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法国，又举这个博物馆来讲，好，下一页哈，就以博物馆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会看到法国政府它有几大因素呢，它高度的重视文化，一个是它有传统，因为这些欧洲的国家从中古世纪以来，从神权到君权到民主这一系列的转变的话呢，300-400年的这个转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那你会看到他们的进步呢，是建立在几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建立在他们的教育方面；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建立在他们重视多元文化的一个发展。那多元文化的背后对我来讲呢，它就是一种民族素养。那换句话说呢，我们都同意文化是永续的，文化是无法切割的，所以呢，你会看到今天的德国跟法国，即使在政治上2个国家，下一页2个国家在争取这个欧洲的领导权，可是呢，他们就文化的交流这个区块，尤其是小学生、中阶公务员的交流，这个呢真的是会让你叹为观止。他们想的是未来，想的是如何更好，而不是看着眼前我跟你的差别，或者说以自我为中心，我讲的才是对的。这个呢，都不是一种所谓宽广的胸怀跟应该有的民族素养。那我们今天会用你看到画面上的这几个大点一共有2页我们不会照这个顺序去讲，那我就先把它写出来，就让大家心里有一个这个预知就我们大概会讲哪一些。那我们先讲这个现代人的生活观、世界观跟价值观那我们从价值观比较重要当然都重要从价值观来谈起。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参加奥运反正我们不一定会得奖。对，这是一种价值观。那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你得不到奖？或者说你没有经过必要的努力培养，那你怎么可以想象的说，我们从这个蒙特罗奥运会以来，我们只要有参加，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奖牌会得到。那换句话说呢，它验证2个思维，一个思维就是参加才有希望第二个呢就是努力一定有机会。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来看的话呢，这是一个促进社会或者促进我们童军会里面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理解的这一种我们讲的动力因为大家认为第一个你我的认同一样就期待我们的社会更好。每一个公民呢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的一份子这就是价值观的表现。那你世界观，大家看字样就知道，奥运全球现在有80亿的人口超过10亿的人呢在看奥运或者在截取追随奥运的这个比赛的结果。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因为奥运会这种国际平台呢，能够让台湾出声，能够让国际媒体呢能够重视。特别呢这一次呢，当然因为有它的新闻性呢，所以国人有不少的地方呢看到说外国媒体都来重视台湾，甚至于在开幕典礼的时候呢也有那个报道里面特别讲说 Chinese Taipei 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台湾。那像这一些点点滴滴呢都是国际沟通的一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期待我们在这个教育的预算，我们教育文化的预算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19.8%不到20%比去年比例上还少一点，但金额是比较多了。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是有价之宝，还不是无价之宝，因为你有投资，你有培养。你能够让我们这些选手呢练习的时候尽全力，比赛的时候尽全力，然后呢让他们呢能够在做各项努力的过程当中，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呢，没有后顾之忧。这个呢就是诱因。这个诱因呢，以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个是奖金取向。那在我们国内呢也是有这个考虑，但是我们金额没有那么多。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现代国际运动竞赛、体育竞赛里边必然的现象，因为你除了这个以外呢，你大概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诱因。这是为什么美国 NBA 篮球赛或者我们在国内的职棒你要到大巨蛋去看的话呢，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诱因，包括你的场所，包括你的气氛，还有包括呢你看到从球员们他们的尽心尽力的这些表现，还有呢经营管理的表现呢，这个呢都是我们会看到说我虽然今年这一届呢没有这个棒球赛，可是呢我们呢也不应该停止进步那至于生活观，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样让你过得更好的生活，祈求更合理的明天这个就会牵涉到一些物质上的，牵涉到精神上的。那我们看到第二大项的这个奥林匹克这33届全世界办过3次奥运会的呢，只有伦敦，它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巴黎，这是法国。那法国在100年前呢办第2次，那这一次呢办第3次第3次呢，它因为你看到还有下一段，就是奥林匹克奥运会结束，还有一个夏季帕拉林匹克那以前就是直翻就是残障奥运会，后来呢我们看到大家都觉得残障奥运这样不好听，就用那个谐音帕拉林匹克就把它直接换成帕拉林这样来的。残障奥运呢，因为这一些也是一种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因为残障人士他们有不得已的背景或者因素造成他们的残障，可是呢他们在运动精神的表现也会让你无比的钦佩。那我们在巴黎期间呢，也曾经接待过我们国内的桌球代表队，就是残障桌球代表队。各位你想一想你没有办法平常的走路的同时，这些选手们呢，他们呢真的是欢聚一堂，而且呢推轮椅手推轮椅去打桌球这个呢如果套用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布袋戏讲的叫做不是普通的厉害，那真的超级厉害，杀球切球哇！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我们的选手或者我们的这个球员跟法国的球员，大家在切磋在比赛的时候哇，真的是鼓掌会鼓不停的那一个国家能够办这个呢，它有几大要素第一个呢，你一定要是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然的话你大概很难办到。我们以法国来讲它这次呢争取到要办这个奥运会呢，林林总总粗算起来最少要100亿的欧元你乘以36.59的话，35.69对不起，就是新台币那你看看要花这么多的钱，那这一次有很多地方呢是让我们想都没想到的这个呢跟法国的文化底蕴，跟法国他们的创意，跟法国的传统的优质文化呢都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这一次的奥运会它的开幕当然大家从网络上啦，或者从媒体上都可以有一些资讯呢，你可以去分享。那我看的角度呢，就是比较从生活面去看这个比赛。
那因为它有几大特点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很大胆它很有创意，它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它很重视这个叫做平等平权。光从所有参加选手，不管你的这个团队或者你的国家水准是多少，它有一定的规范。那总数呢是10500个选手，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各位你要想一想，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不管哪一个国家，到最后就是10500个500个。这个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你看它的规定要多繁复，然后有什么样的例外啦，有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些呢，如果没有所谓的深厚的这种所谓的分析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合理的安排呢，你大概会引起很大的纠纷。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要办奥运呢，这一次呢，准备把以前办奥运大概都会花350万吨的这个 CO2，那这一次呢要减半，这个就很厉害了，减少50%，所以他的做法呢又跟其他的都不一样，他并没有除了游泳比赛呢，盖新游泳馆以外呢，其他呢都是从原有的现用的去改建，那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敲锣打鼓，减少呢盖新的建筑物，就要增加很多的成本以外呢，还会有造成很多的污染。那另外呢，他们在市区里面呢，交通方面的设施呢非常特别，就他竟然这个准备了1500公里的这个所谓脚踏车道，到处呢他增加5000部的脚踏车那当然，特别比较另类的呢，我们看了我们觉得说，哇，够厉害。巴黎的夏天天气热，可能超过30到34度、35度。那开幕那一天呢，其气温非常好跟选举的时候呢差不多气温好。那但是呢，也因为超污你假如说法国人再厉害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控制天气因为在开幕典礼的时候，后来下了一场雨可是呢，下雨归下雨，原来有预计有这个可能性，但没有想到呢，竟然老天爷呢，就像我们讲的遇雨则发那讲起来好听了不管怎么样呢，他这一次的开幕典礼呢，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另类的这个观感这一些呢。都不是其他的任何国家做得到的，因为你要有专业，你要有勇气去做决定，然后呢，你要有这个深度或者高度的这种所谓的创意你才能够设计出像这一次的这个开幕典礼，这些呢都会让你叹为观止。其中呢，包括呢，他们因为夏天不习惯开冷气。所以呢，它的冷气呢是把塞纳河的水呢积起来以后呢，加冷以后传送到所谓的选手村里面去。这些选手村呢，要么就是改建原来的建筑物，那结束以后呢可以出租做公寓，结束以后也可以出售促进这个房地产。那因为在巴黎，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需求量很大，因为大都会嘛它本来有210万的这个居民，现在降到190几万都是大家往郊区发展。因为住在都市里边有它的不便利的地方，就是比较拥挤那空间没那么大，所以大家都往外走。往外走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捷运系统超好的。以大巴黎来讲，就是这个圣母院前面有一块铜板。大概是50公分，那么它就是全国地理位置的开始计算的起始点。你会看到呢，他们这种规划包括呢，圣母院3年前火烧了，然后他们呢就早就算好，一定要在开幕之前完全让它恢复。这个呢，不是嘴巴讲就做得到，这个没有专家，没有那些。古董的这些古老建筑师的专家，这个就是文化的传承在里面的话呢，你大概做不到那另外一个呢，这个金钱的问题呢，会让你很佩服的，就是政府呢感谢民间的捐款
不然民间的捐款超过他的需要，那政府说不用，我来出钱。那法国政府呢，它的预算呢是我们的16倍啊。那这个国家啊，它不是只有对自己，它对那一些我们叫国际社会的援助，我们叫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id），就是国际援助这个款，它是0.56的 GDP 去援外，这些钱多少钱呢？是折合台北市政府预算一年1800亿新台币的2倍半。你看多少？这些钱是拿来援助国际社会的。所以一个国家，它经济上呢，它是第7大贸易体，第7大的经济体。它的出口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的第7，那进口呢排名出口第7，那进口的话呢是第8，加起来平均还是第9是第7第7大的经济体。那它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去这个地方，你就看到法国的文化，还有他们在国际事务参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呢想到法国去学文化艺术之外呢，还要想去学他们那里的政治跟国际关系这个就是法国会让你着迷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开放程度，那个地方的自由的程度，那个地方尊重多元的做到的实实在在的。很多人说，哎呀，法国人，那你到法国去不会讲法语，你就会被歧视。其实这个只对一部分。那你如果讲到歧视的话，你大概很难想象，在美国更严重。美国现在问题大得很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讲。我先讲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它有11.5%的这个叫做平民11.5是多少呢？我们台湾2300万人口，它等于是3500万的人。它是在贫穷的环境之下所以美国这一次的选举的话呢，会我讲很热闹好像不好听会很激烈，这样比较好那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先把我们这一页的这个主题先讲完，你就会看到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一开始以后呢刚好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第2大部分的这个法国的政局。法国的政局呢也是走到一个新的这个我们叫做十字路口。那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先往前走一下那我这里第3大项，我想现代外交与纷扰的国际局势的话呢，俄乌战争到现在呢，中国大陆的立场呢，还好像开始在我们讲说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你从这个乌克兰的外长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中国大陆的立场对俄罗斯的立场大家莫不期待呢，能够有一个调整出现。那调整出现，它是站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或者立场，对哪一方比较有利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要密切的观察，因为它也不至于说对俄罗斯全盘都照俄罗斯的这个这个诉求去走。但倒过来讲呢，乌克兰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国内曾经因为我们援助乌克兰引起一些大家不同的看法。其实呢，我们因为外交处境的特殊，我援助乌克兰呢，本质上它不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现在呢，在意的就是说，它的效用如何？那效用的话呢，以我的观察的话呢，你只要做，就绝对有正面的效应，哪怕你不太可能期待乌克兰以后战争结束以后，跟你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有建交啦，或者有什么发展进一步的所谓的官方关系，顶多就是实质关系因为台湾有很多地方是乌克兰需要的，而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包括原物料呢，乌克兰呢可以提供。这些呢，大概呢你去看档案就知道了，这我们就不谈。至于说以哈战争的话呢，这个是一个烫手山芋，因为拜登总统的政策，如果这个川普当选的话呢，支援以色列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呢？这个呢，会不会会不会让我们把川普说台湾要多交一点这个国防的费用？其实是这样的
他拜登那个川普所讲是叫 defense， 就是防卫的这个费用。当然以中文的代名词，你说要多支付防务的费用，那就是保护费啊。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够说翻不对，但是呢，他的意思是很明显。当然了，川普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说我们偷了他们的企业了，晶片业，其实这个不公平大家知道不公平，可是你也不能怎么样换句话说呢，我们期待的就是有机会，我们还是希望呢。他能够了解真相，因为你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造成你内部今天这么大的头痛问题的话呢，社会的分裂这个民主共和呢，好像彼此相见的，就好像敌人一样那就好像在某些国家里面，不同的政党的阵营就是敌人，其实不必这样，真正的民主不是这样的。你看看法国，他们也吵得很可是呢，到最后。投票的结果或者投票结果之后，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的这政局的新发展。所以呢，你看到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他去进攻这个戈兰高地去打以色列，哎呀，以色列的总理他说你这个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红线，所以他一定会反击。他反击的结果就会造成更多的伤亡。那美国呢？这个 Blinken 的这个国务卿呢，他也讲说，我们不赞成这个让这个战争扩大升级，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我们仍然是尊重以色列，还有保卫自己的这个权利，这个都对的自己怎么做的话呢？这个就看那当然要他到底会用什么方式去摆平他内部对他的纷争，因为。他的3大的执政党当中，一个极右派的人已经退出来了。那国内呢也要求能够这个重新改选，国会改选。国会改选的话，那当然要不见得能够选得上因为这个人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放。而对巴勒斯坦来讲的话，尤其对哈马斯战士来讲的话，我当然不还给你啦，人质我如果放的话，那我就没有筹码了。那你讲话不算话，也不是一次啦。所以呢，他当然坚决不会放。这个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呢，都还僵持在那个地方？那最后这一行呢，我用引号把它引起来，台海危机呢，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台湾是讲你我的生活是照常进行。可是以国际的所谓的观察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台海的危机呢是一直都是非常严峻。但是我也讲过，台海的危机自从我们退出联合国以来，这个危机一直就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投降，因为2758号决议案把台湾问题呢完全撇在一边。而且我曾经也讲过，我都公开讲过，说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未曾经是联合国会员国。那2758决议案第一句话为什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面的什么什么？这不对嘛？不对是不对，可是因为国际权势对不对？这个就是国际局势的无奈。这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能不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就是不公平的现实面？但我没有理由投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道理。好，请看到在下面那一页这一页刚刚这一页的一开始有说法国人见面会讲bonjour这是一种文明的素养在西方社会里边它有阶级的这个观念当然现在看国家是已经进步很多了，尤其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他的农民呢当然都是在生活的条件都比较差，都是为贵族所用以前在这个神权的时候，那当然也是一样人民一般普罗大众是没有什么权利的。那等到民主化以后呢，你会看到呢，民主萌芽之后呢，那走到现在呢，民主当然也遭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政客他呢拿自己的利益或者政党的利益摆在前面的话呢，那问题就很大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今年11月美国总统的选举的话呢，这里我讲说现实面呢，就是美国不管谁当选，
他大概呢不会走回头路，也就是说，他势必要想办法去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这个呢大概跑不掉。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其他竞争对手的崛起的话，哪怕他们曾经像我刚刚讲的去探讨当年鼓舞中国大陆在最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去以后呢，对国际规范中国大陆根本不甩这个呢就会牵涉到国际组织的功能性的问题这个就为什么你看到法国在今天他们呢能够风风光光的高高兴兴的办这个奥运呢？有人在开玩笑说，让这个国家呢能够摆下所有的纷争的确啦，这个对法国来讲，他们到现在为止得到的奖牌呢排第4名、第5名我猜会更多了。因为在地主国办的话呢，法国在这方面的培养的人数培养的这个选手呢，得标的这个人数一定会越来越多，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呢，先在讲第5点这里我曾经也在选举完了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但我没有到媒体去发表。我只是答复一些朋友的这个解读的这个询问了。那因为法国的总统选举的话呢，它比较特别的等一下我们会有档案会走的时候大家去看。还是再讲一遍了，我们的档案呢不可能走完。那有些地方后面重复的地方，包括照片那些，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前面这三四段呢，这个呢就是一直到今天下午呢才把它整理出来的那大家呢可以仔细去看，但是我讲还是比较快那我用简单的来解说，就是欧洲议会议员每5年选一次呢，选举的结果你看到德国、意大利、荷兰包括荷兰的这个极右派的都竟然的意外的赢得国会的选举也包括法国极右派的叫以前的民主阵线现在的叫全国联盟这一些得到票数呢增加了很多。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马克宏在欧洲议会议员选举结束以后的第2天呢，他突然宣布解散国会，他真的是被骂翻了，被骂惨了。我女儿曾经跟我讲说，她听到的消息怎么样？我说大家不要用自己的理解去看。那因为法国大多数的媒体，英语的系统国家的媒体包括我们国内的媒体，都是预言说马克宏总统这下惨了，他这个是错误的决定。我不敢说唯独我一个了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马克宏总统他有他的政治智慧。他的智慧呢，就是不希望就是抵挡住极右派在国内选举能够赢得50%以上去执政，因为他如果去执政的话呢，马克宏总统从07年就职以来，17年就职以来，他所推动的各项改革、劳工法、退休法这些呢，通通会被推翻掉，而且呢，法国会进入一个社会更加撕裂，然后更不平等、更不安定的一个社会。所以他知道只有让国会里边呢，让他或者说让极右派的政党以外的政党来执政呢，才有可能遏阻这个趋势。结果呢事实证明呢，马克宏到最后呢，虽然他的这个中间联盟呢没有得到也没有得到最大多数，可是呢左派联盟就包括社会党包括绿党这些加起来的话呢，让让极右联盟呢没有办法执政。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法国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以前有过3次的左右共治，左右共治的总统是一个政党，那国会选举呢是另外一个政党，所以根据法国的宪政运作呢，他必须任命在野党或者反对党最大反对党得票超过50%这个领袖呢去出任这个党管国政的这种总理。那以前呢都是左派或者右派或者右派左派，
那这一次呢，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超过50%，所以呢，要组成一个叫做联合执政的体制。联合执政的话，各位你想想有多困难因为你要从这个人选去选以外，每一个政党有自己的主张，每一个政党有自己的理想，所以呢，大家吵来吵去呢，即使到现在为止呢，马克龙总统他有一招很高明的，他反正大家先办好奥运跟这个帕拉林奥运之后，大家呢等到放假9月初，大家结束暑假回来以后呢，再来伤脑筋。其实呢，这个马克龙他自己有他的盘算到最后我可以跟各位解说哈。到最后，法国人他就是有这种民主素养，他不会是联合游戏，他会是一种我们华人的哲学叫做次佳选择。那最佳选择呢已经做到了，就是防阻极右派的执政。那次佳选择呢，就是虽然他的中间联盟，虽然左派联盟没有办法单独执政，2个大的政党党团呢一定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话，这就看合纵连横，还有呢，大家呢来谈判这个谈判呢，当然有政治利益，当然有它整体的所谓的更优先的，听清楚更优先的国家整体利益。这里呢，你就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对国家利益的重视程度呢，会超过他们的政党。这一点就是一个成熟的法兰西共和国他们可以做到的。当然我们不用开玩笑说，不信我们来打赌我会认为在9月的时候呢，他会组成新政府，而且呢，他的联合政府的话呢，一开始的运作呢，大概呢会很纷争，因为你的党跟我的党，大概你会先看到像德国德国当然这次改选也是政垮台那你的外交部长跟你的环保部长，还跟你的总理都不同的政党，还各唱各的调这一些呢都是法国政治所会面临的新挑战这个呢我会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你看看法国人对民主这么熟稔的一个民族，那他们的社会会不会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政党结合之下，它的经济会不会变得更好老百姓是不是对政府有更多的叫做满意度，对国际议题呢是不是有更多的关心。所以我们就进到第6的话呢，法国它会持续强化欧洲领导地位。这很简单，因为法国人一向是非常的自负，我们讲说自傲自负跟自傲对我来讲不是坏话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我们等一下有一页会讲到法国最近的这个经济表现那我们先从法国人对自己所谓的信心来看，你就会知道法国呢，包括这一次的这个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去攻打以色列的这个戈兰高地呢，法国总统呢就已经公开的讲，我们反对这个地方再爆发战争，因为它危害的是无辜的人民。那戈兰高地以色列这个议题的话呢，老实讲相当的复杂，可是呢，你会看到已经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大概在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呢，阿拉伯的这些人民呢的不同国家的流派呢，到最后呢会体验到还是要建国方案呢才能够解决问题，而国际社会呢本来特别是像法国为首呢，就主张要叫做建国方案。你不建国，建完国了以后有国界，然后呢，这个透过国际的这个安排，然后呢国界画出来，然后老百姓的这个2个国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你什么国不管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规范呢，还有国际这个叫做国际的这个实务呢，怎么样去执行呢？这样呢才有可能找到方案，要不然的话，中东永远都是生活在战火当中。而我们想到中东的战火，想到乌克兰的话，我们在台湾真的我们大家要听秀台湾。我们在这里吵吵闹闹是一回事，可是呢，你可以安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透
透过网络呢来跟我分享啊，这些你可以安心的，不用听到炮声的陪伴你，那你也不用跑警报，这个些都是福报。就为什么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边，我们刚一开始讲的价值观，我们要想一想，如果说两岸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台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里边，我们不能够有恃无恐，我们要务实一点。为什么？因为炮弹不长眼睛，因为领导者或者有野心的领导者呢，他可能为了一己之私呢，他做出不该做的决定，那到时候呢就造成生灵涂炭，这些呢都不是你我愿意看到的。而且呢，我们讲说战争无赢家，那假设发生战争的话呢，大家都会很乞讨，包括发动战争者。你说像俄罗斯本身，他就真的占很大的便宜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可是呢，俄罗斯它毕竟它有它一定的底子，它呢还没有被打垮会不会被打垮呢？这个呢还真的有的看。为什么？因为它也会想办法去寻求它的生存，甚至于呢扩大它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利益。因为全世界不是一极化。不是美国说了算，不是大家都认为美国老大哥讲的，美国老大哥说要做的都能够做得到，更何况美国的一些做法呢，在全球呢都引起各个国家或者精英更多的认识我没有任何意暗示只是说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就很重要这个你再回到法国去，你就看到法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呢。当然它对我来讲就是有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不会停止进步，它会更有实力。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科技还有呢，他们对文化的重视。不要小看文化通过文化的交流，你可以汲取多少的这个我们讲说利多。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崛起。它崛起是件事实，对不对？你也不能避免。那不要说别的你说高速铁路，法国人最先发明的 TGV， 巴黎到里昂那一段呢，是我在1980年去的时候呢，开始做的。那到现在呢，不过30年。那现在呢，全世界最快或者最大的这个高速铁路的生产国家呢，它已经不再是法国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一个国家的前进成长发展呢不进则退，道理就在这里那我们再看往下面看PowerPoint 再来下面页这页呢特别我今天下午呢把它找出来。我们要了解法国，它凭什么它有能力可以做到这全世界里边呢？它虽然它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可是呢，它呢竟然呢还可以在它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化或者内部的这些不稳定的情形之下呢，大家都以为法国完了，因为呢也极右派执政的话呢，会要退出欧元区。然后呢，退出欧元，然后欧盟，然后呢，他把外国人全部赶走，然后呢，对这些犹太人会有一些非常激烈的动作，包括去挖人家的坟墓或者是对那些小孩攻击甚至小学生都去攻击人家这个呢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呢，如果你要解读它的话，那我们从人民的生活来看，你会发现到。法国人呢，他们一方面他很享受他们的生活，当然社会里边总会有反社会的人存在，他对不满社会的对他的待遇，换句话说，可能是因为他的本身的竞争力的问题，还有呢他的专长的问题，其中呢极左派的这个 Mélenchon， 就大家都怕他的这个 Mélenchon 呢，他呢是走仇恨主义。他说我们要跟资本家呢来革命把这些人资本家呢他赚我们太多的钱了，我们把他革命，我们把他搞掉，然后呢老百姓的这个国民这个叫做基本工资呢，每一个人要1600欧元，1600欧元是比现在的这个1500多还要多那当然资本家就受不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所以呢到最后我们讲说法国的选举呢。
再度的展现出法国人民的民主素养。因为在27年前，希拉克跟民主阵线的让马与勒本，他们两个对决第2轮的时候呢，对决啊，最后呢还是老百姓认为说，不行不行，那极右派当政的话呢，那我们法国完蛋了。所以呢，大家去晒太阳之前呢，就先去投票，也就造就了希拉克呢能够打败这个让马与勒本。那这是27年前。那在17年的时候呢，马克龙跟这个 Marine Le Pen， 就是让马与勒本的女儿啊，也是情况呢，也是进到第2轮呢，结果呢，还是呢，老百姓觉得说不行不行，要他进去的话呢更惨，所以呢，到最后呢，还是马克龙呢，以超过55%的选票呢赢得选举。那第2次马克龙连任呢，情况也一样。所以呢，马克龙呢，我们讲说他有他的历史责任感，他知道不能够让法国由极右派的人来执政，那叫天下大乱啊！天下当然不是只有法国，还有包括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好了，那你从这一页里面你可以看到，法国估计今年的年经济成长率可以到1.1，本来他们认为1就不错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我听到的这个资讯里边呢，第3季我们第2季现在是第2季开始嘛，会增加0.3%，一年大概整体算下来会1.1%，这个算很高的因为它的这个GDP 呢很高，它 GDP 是1兆2000亿美元我们是7600多亿那它现在是第7大的经济体。那它的通货膨胀率呢，曾经由8掉到现在的2.1，2.1当然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可是呢，这已经是可以在欧盟国家里面算表现非常亮丽的。那呢，工资成长了0.6这里可以看出，可以解读的就是因为它的工业成长或者说它的这个叫做劳动市场呢，它有获利，它才可能会成长。不然的话呢，只有减薪怎么会在成长呢？那至于说家庭购买力成长1.3%，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上次有讲过也不知道是在我们这个贝学院里面讲的还是什么，就说他们的这个电费在过去的2年之内涨40%，你说吓不吓人？那法国政府呢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涨价。那现在呢，这个不准涨价的禁令是解除了，恢复到自由市场。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呢，你必须要灵活的去调整。那当然，我不是说，因为我也不是经济专家，我不是说你禁止涨价或者禁止跌价这些呢应该由政府去能力去操控。可是如果政府的公权力不介入的话呢，那你就会变成为少数族群的利益这些呢，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先进国家要尊重专业的道理的所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呢顺便提出来，就是法国他们有这个我们叫做小规模的这种核电厂呢，他们呢已经进一步的在这个推动当中后来会以后了不是后来。日后会做成怎么样的发展可以预见的就是它法国现在的核电的占电力来源的比例是76%这个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他们的经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实力的话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波兰的总统在的时候呢，他说没有人，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核电100%的安全，没有意外。但是呢，法国从有核电50年代、60年代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2级以上的意外事件。换句话说，可靠性已经获得人民的这个信赖，技术的成熟，包括核废料的处理这些呢，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呢，以法国人他们对核电的这种所谓的接纳程度，甚至于呢，他们对核电的放心的程度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参考。那另外呢，这里也写了一个这个
2023年的企业投资成长率3.1%，这个很厉害啊。因为今年24年嘛哈，那么我查到的资料，23年呢，在欧洲的欧盟国家里面呢，外来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法国。有些人会觉得奇怪，法国人这么懒散，对不对？看起来这么懒散，然后呢，一天到晚都有罢工、示威、游行，社会成本很高。可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吸引力。换句话说呢，这个就跟生产力有关，对不对？生产力有关，跟你的研发又有关，研究发展跟你投注的资本、运用可用的人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产的技术。生产的水准，这个就很重要。那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因为中国大陆的不公平的这个叫做补贴，所以呢，引起欧盟从去年10月开始半年的调查呢，已经决定从7月1号开始呢，把课征18%到27%的这个不同等级的税率。那中国大陆当然好啊，你要这样做的话，我有给你反制裁啊。我就从你的进口的葡萄酒啊，或者进口像里面法国、德国，你的欧迪啊，或者这个双 B 啊这些呢，我跟你加重税啊，要比大家来比。所以呢，今后国际社会局势的纷争呢，你会看到随时都会有新的议题的出现。这个呢，除了国际上的外交谈判以外呢，好像战争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战争也不会解决，马上解决问题。到最后呢，还是呢经济实力。所以呢，一个国家的经济行跟不行，那就看你自己的整体的竞争力所在。那我们这里呢看到法国的失业率呢，它去年不是去年，到现在这上个月是7.6%，今年7.6%那其实呢，你看7.6跟马克龙所承诺的5% 呢，相差很多，是的。可是你不要忘掉，马克龙在2017年就职的时候呢，那时候都在10% 上下，他能够降到7.6，厉不厉害？很厉害这个为什么法国人他知道我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当然法国人说他会享受，没有不对啊。他能够制造出更好的东西，卖出去的东西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会享受有什么不对的？对不对？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嘛，所以呢，你会看到说法国人他真的是对自己他不会因为说他在国际社会里边跟美国3不5时要跟美国吵个架，生气，对，让美国知道说你不要老是这样搞我，这个呢，这是法国脾气大家看看就笑笑了就好了。那在这里呢，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今年的6月，上个月法国的外汇存底是2481这个亿应该漏掉一个亿欧元折合美金是1兆3700，那么1378亿美元我们是5700所以我们的外汇存底是排名第5，法国呢是排名呢第23啊24那这些呢会让你了解说法国它凭什么可以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呢？这个呢不外乎第一个领导者的眼光另外一个呢也会大使那个欧元比美元还大，所以你这个数字可能有点笔误，0.1啦。一块欧元换1.0几的美元，对，所以它换成美元是应该是2400多亿的美元啦。对了，我这里的我是从网络上查到的没关系，大家再去查 double check 一下我上来查，我这里少打一个亿，2481亿的欧元，我少打一个亿，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换成这个美元的话呢，不对我们的外汇存底是5700多亿嘛，那这里换成美金是1378亿嘛，所以
回过头来就是我的这去查一下就有，这没关系哈。这个也可能是笔误，这个没关系哈，大家再去查一下。我想这样的话，因为已经是10点13分了哈，那我就简单的讲到这里。那档案就完了在你们那里哈，所以大家有空去看一看，那欢迎指教。打错的这个呢，请你告诉我，或者说数据不对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也在学习哈。我们有无限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再互相来激荡哈，这样让你会对世界整个局势里边你会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我们要的是和平、繁荣跟安定。好，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大使哈，所以他今天有跟我讲他的时间，就是今天他需要早一点的休息哈，那所以呢，我们待会我们大合影之后呢，大概10分钟给大家，就是说如果各位就是有什么想要跟大使这边做交流的话，稍等我一下哦，我们先来大合照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好，喂，稍等我一下。OK， 好。大家都在了吗？荧幕都开了吗？这里要拍了哦。可以了吗？3、2，有没有谁还没好？2、1。OK， 好，那再给我一张哦，再一张哦。3、2、1。好，感谢各位。没有的话，我教你们唱了一首法文歌，等大家跟我一起念哦。Bonsoir mes amis。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唱哈，预备开始。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au revoir。我们来唱哈，预备开始。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Au revoir. Quand on est si bien ensemble, pourquoi donc se séparer? Pourquoi donc se séparer? 一起来，唱快点。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Au revoir. 好了。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谢谢。